欢迎收看10年大回顾的最后一集。这集会介绍今年的2次旅程。2024的过年，我和家人来到最近很热门的福冈。抵达福冈机场之后，我们大概等了1小时才入境。接着搭乘机场巴士来到博多站，大约15分钟，因为我们的饭店就在这附近。博多站周边有很多百货跟地下街都是有连通的，蛮容易迷路。天气很冷，所以我们就先喝个咖啡取暖，然后到饭店放行李。第一天晚餐吃的是博多的担担面，有点辣，还好餐厅都有冰开水。第二天在地下街看到一兰拉面，所以就变成早餐的选择。接着我们来到大豪公园，这边有一个湖，可以踩天鹅船，然后公园有很多鸟啊、小动物，还有梅园。姐姐，你有计时吗？有。你们可能要提早到哦，免得踩不回来，罚钱。那你为什么不踩？不想踩，还是我可以让他不要动，这样子会妨害你们啊，不是吗？起床后，我们在湖边餐厅吃午餐，点了鸡腿跟牛排。后来看见隔壁桌吃的点心是这家餐厅的热门推荐，所以后来就点了，还蛮好吃的。接着通过五鹤公园来到福冈城。其实五鹤公园、福冈城还有大豪公园3个点是很接近的，只是我们太晚来了，爬上去福冈城基的时候几乎快要天黑。福冈城以前是军事堡垒，有一些以前的军事建设，但是天黑之后看起来有点恐怖，所以建议早一点来。晚餐我们本来要去中洲屋台，可是走了一圈之后觉得没有看到想要吃的，所以就来到在附近的博多运河城这边有名的购物中心。很意外的是，这里居然有卡比咖啡厅，所以就买了一些战利品。博多运河城的水舞秀很有名，每15分钟会有1次表演，每次都是不同主题。第3天早上来到了地下街，吃到了特价套餐之后，前往太宰府天满宫。听说考生适合来参拜。在这边的表参道吃到了当地的特色梅饼。第4天来到了一兰拉面的总店朝圣，我才知道原来一兰拉面是起源于博多，号称是正宗的博多拉面。我们排队排了2个小时，没有吃到传闻中的限定版，不过有吃到其他店没看过的抹茶布丁。后来在机场免税店买到限定版，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辣酱，跟平常看到的不一样。来到接田神社，旁边有一排鸟居，然后我觉得好玩，就求了一个100日元的签，它有中文的。那意外的那个签还蛮灵验的，所以没事不要乱求签。晚上来到新天町，在这边吃一双拉面，也是很有名的推荐。福冈的拉面都是这种浓浓的汤，浓到起泡泡。新天町的商店街有一个钟，它就是花钟吧，照真店的时候会有表演。你说指针吗？对，是我们从家面往上看有角度差的。就这样。旁边就到。
最后一天离开前，在博多的百货吃了广岛烧，意外的很硬，跟想象中不一样。到机场准备回台湾，我们还蛮早就去机场，结果1个小时起飞前的1个小时才能托运行李，感觉机场的人手有点不够，然后回来是大半夜。福冈之旅过后，因为觉得在福冈没有玩够，所以后来决定在4月下旬前往箱根，第一次在春天前往日本。箱根的气温大约摄氏13到15度，跟台北的冬天差不多，所以建议要多带一点冬天的衣服。因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的时间是晚上，入境之后大约会是晚上8点，所以我们决定第一晚跟最后一晚就住在新宿，计划从新宿搭乘小田急浪漫特快前往箱根。我们有购买箱根周游券，不过浪漫特快是对号列车，需要加价购。另外要注意的是，周游券电子票需要用手机购买，搭乘的时候需要出示 QR code。一大早买好早餐，搭乘1个多小时的列车来到箱根汤本。我们先到饭店寄放行李，接着就来到箱根町港，搭乘我妈这次最想搭的那个泸沽湖海盗船。好酷哦，2台车，要不要一起开车？我们去最前面，我帮你拍。姐姐，来，赶快。搭乘海盗船来到桃园台港，这边有一家餐厅，人还蛮多的，刚好是午餐时间，就在这边用餐。餐厅的招牌是海盗船造景的布丁，蓝色的海是甜甜的果冻。吃饱饭后，搭乘空中缆车往大永谷方向。来到大永谷，一下来就超冷，然后我们就刚好都没有带到厚外套，所以决定先回箱根汤本。在箱根汤本的商店街上吃吃喝喝，结果晚餐踩到雷。在箱根的第2天，想去水中的和平鸟居那边拍照，它在箱根神社里面，但是因为这天又冷又下雨，走到那边脚都湿了。拍完照之后，我们就先回饭店休息一下，下午去小田园站，那附近有很多地下街跟百货可以逛，有吃到好吃的生鱼片冻饭。而去前在车站看到了小田园城，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。晚上回饭店喝传说中有得奖的箱根啤酒。在箱根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先去第1天没有去成的大永谷。不过在上缆车之前就看到告示说今天雾太大，看不见富士山。大永谷因为海拔高，所以更冷。来到纪念品店买了黑蛋回家，在海关的时候很苦恼，然后是海关说蛋黄选手就可以通过海关。在大永谷的餐厅吃了特色的咖喱，味道很浓厚，很特别。
接着就来到雕刻之声美术馆，是我觉得一定要来的地方。本来我妈觉得时间太赶，而且要2000日元的门票，不太想进去。不过看到彩绘玻璃塔就说值了，拍了很多有趣的照片。搭乘电车回到箱根汤本，到饭店拿行李，晚上回新宿，在饭店附近买了好吃的饭团。后来到涩谷横丁附近吃汉堡排。没了。回台湾之前，在羽田机场吃的牛肉串，还算便宜，也是筋很多，就咬不动。